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对他呀特别心寒了，真的没法过下去了。别人都是过着幸福晚年生活，可他呢，一心想着跟我离婚。自从他进舞厅以后身边的异性朋友不断呢。我只是帮助邻居做点好事，他却百般阻拦。每天帮这个女的，帮那个女的，就对我抠门又懒。他天天管着我，压迫我，我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吗？听起来生活一团麻是吧？来，有请这对老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江先生67岁，来自沈阳退休；女嘉宾王女士66岁，来自沈阳退休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您今儿来干嘛呀？今天就是跟他过伤心了伤心，不想跟他过了，想跟他离婚。我不想离，我就想回家。您离家多久了呀？离家2年了。在哪儿住啊？我自己有个房子，房子不大。为啥不回家呀？他说他给我撵出去了，他脾气太大了。为啥呀？就是因为他总上舞厅他咋的呢？去舞厅不是1年2年，去10多年了。我咋发现了呢？有一次我去出去办事儿，手机落家了，我说回去修手机，这功夫就有人敲门。其实白天敲门很正常，对不？但他不正常了，他急忙跑过去，跑门说的快点走，我媳妇在家呢。我说哎呀，这事儿不正常啊，啥事儿背着我呀，对不对？我得看看究竟啊。我就去了，一看一个女的，我就给她拽住了。我说干啥呀？啥事说吧。她不说。我这厉害呀！我说那能让你走吗？对不？你这有点背我的事儿我就给拽住了，拽着我说这啥事你不说，绝对不让你走，你知道不？完了给他逼急眼，他说了，说的叫他上舞厅。我说上舞厅你去呗，他也不会跳舞，你叫他干啥呀？对不对？说这俺俩舞伴他去挺长时间了，跟我俩。我一听，这不是1天2天了，我就劝他，我说你别去了，他不听。完我就给他亲戚叫来了，妹妹劝还不听。完我说这咋整呢？我说没别招了，我说跟孩子说吧。我寻思最起码他给孩子个面子，能不去了呗？我就跟孩子说了，孩子劝他这一劝坏菜了，倒去了，天天去，这回是公开去，以前是偷着去吗？这回公开去了，窗户纸被捅破了，捅破了，捅破天天去，你说这日还能过不？主持人呢，还那不那回事，是你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他这事儿就他也跳是吧？哎呀，你别说了我就举例说明吧。他有男朋友，请他吃饭喝酒，1、2个半夜1、2点钟不回来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后来可算接了电话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吃完饭你赶紧回家呀。不的，我跟人家唱歌去了。这行，我就原谅。第2回呢，我正在家呢，朋友打电话说你出来呀，干啥？他吃饭去。后来我就一叫我跟着他走，我看坐在饭店坐着呗，我瞅标着，就一个男的就摸了手。回家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上饭店吃饭，我说那男的怎么摸你手呢？他回去就给我急眼了。他不是那回事儿。我跟你说不像他说怎么不那回事呢？我说完了，我一开始管不了你了，我就挺郁闷。碰上俺那个朋友，他说我看你挺郁闷，你不行跟我上舞厅听听歌，还有人陪你唠嗑。我合计合计，我说行吧，我就去了去了完我听音乐，哎我还行，还有人陪我唠嗑，他心情能好点。就我一听听音乐，一听我就不单独听音乐的话就不至于闹离婚的地步了，你知道不？我那朋友吧，我那朋友给你解释一下我那朋友咋的？他说话吧，平常就爱补了，他说话真得补了我，他摸我干大岁数了，对不？但是我们吃饭都是邻居，都认识，对不？喝酒都男女都有，不是光我们就是俩人行，一个男一个女那挺有问题。我们4、5个、5、6个人呢，对不？那补了就那么补了啊？咋补了？一整就喝酒吃饭，那男的喝完酒，那就语无伦次。你好，回事他好呢，他我跟你说那次我去买粮去，回来一看，俺家屋里有个女的，哎呀，长得是挺好看大个比我强多了那会说话的，那说话那嘴可甜了。我一进屋，嗓子长嗓子短，给我整直蒙圈呢。我说的这干啥呀？谁呀？对我打这谁呀？不得介绍一下吗？同志给我织毛裤，
我说因为他织的毛裤啊，对不？谁给谁织毛裤？那女的给他织毛裤。你这话你没听明白，你听我跟主持人解释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这同志，这2年之前我没退休，2年之前上班，正赶冬天挺冷，我咱裤挺单薄啊，大伙都挺唠嗑，你关心我，我关心你，东北人不都挺热情吗？对不对？热情，我咋没给别人织毛裤呢？我给哪个爷们织毛裤了？我说完了，我东北人啊，对不对？我说完你再说行不？那你说吧，我就不说了。哎呀，我这已经插不上话了。啊，行，青春活力不分年纪。来，我说，我就真的唠嗑，你家有毛线不有？怎么让你爱人织的？我说爱人眼睛不好，完了说真的吧？哪天你拿来毛线，我给你织。第2天我把毛线拿来给他了，他说无小不成熟。这在那休息，上我家来了，说你忙啥？我毛裤吧，给你织多半半，怕耽误你。搁单位就可以说，对不？怕耽误你。搁单位天天上班，见到了没织完呢，别着急用，对不对？你还特意上家来告诉毛裤没织完呢，他就想给你勾的，你知道不？他上午听养成习惯了。完了怕你冷，怕你冷完回来呢，他就给记过了，记过看，我看这不行啊，我就给拉开了，东北人热情啊，我就给送人家，送人家回来都说，也送人这么长时间了，是给咱约会，是不是送出大门就完事了，对吧？出于礼貌，对不对？一般情况下，我跟你我急眼了不让你送，你知道不？那天我给你面子，我就让他送出去了，送了40多分钟没回来，你送哪去了？回来不回来都小事，但也没有你半夜1、2点都不回家。我不回家吃饭喝酒，告诉你了，对吧？你这告诉谁了？行，咱这一股劲过吧。哎呀，完了还有啥呢？上舞厅之后哈，养成个恶习啥呢？专门爱帮女的干活。俺那院有个灯坏了，灯坏人家有爷们儿有孩子，对不？你去干啥去？这乐得屁颠，拿着工具就给你修灯去。修灯咱说了，一分钱报酬没有，对吧？人家爷们儿知道还得埋怨你，就你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完了之后了，老半天都不回来。我说这干啥去了？主要不是修灯，还是勾搭人家。从哪上舞厅就愿意勾搭。哎呀，啥也别说了。不，你这有一个什么毛病呢？给人修完灯养成习惯了，走哪捡破烂，捡啥呢？电线、开关，随时随地就给哪个女的去服务去。哎，你知道吧？那捡那干啥呀？我说咱家不是破烂事儿，你给谁修灯送谁家去。咱家没这放着玩意儿，对吧？那电线机长是一大堆的搁家干啥呀？对吧？我说他也不愿意。不，你这人这么歪呢？街边邻居都知道，我就会修点家电活的，都挺热情。街边邻居找我安个灯，人家男的没在家，那在家那喊我吗？活年的不在家找你，不管什么男的不在家。这因为这点事儿回来呢，钱呢？你说街边邻居修个灯，这就光要钱，不给钱马上就急眼，这脾气。你说还有一次啊，更可恨的，都给我气疯了都要。俺家动迁了啊，给个房子，他说的啊，媳妇儿啊，那个钥匙你别拿了，我拿着钥匙，我去看装修，去哈台了我买，不用你买了。可我当时乐坏了，我说哎，这老头知道疼我了啊，这些年了，他终于懂事了。过了几天，俺那朋友说了，他说王姐，你家动迁的房，咱去看啥不行呗？我那寻思咱去看看，2楼是俺家。走到2楼就听着，哎，屋里有说话声。他说你家屋里有说话声，我说不对呀，俺家没人，哪能有说话声啊，对不？走进来一看，哎，男女跟那唠呢，嘎嘎的。我说敲门吧，敲门，鸦雀无声无语啊，一声没有，叭叭可是敲不开门。就跟朋友说，我说真的啊，你们搁门口等着，看出来人不？我说俺老公公啊，离得不远，我说上取钥匙去，回来了，一开门，他跟女的搁那里呢。你说那里边埋了吧，还上里干啥去了？是不是偷摸跟人约会去了？对不？对不对？你说话得有个根据。正好我家是回迁了，这房子不小，这赶那邻居呢跟我一样的户型。他说的，我看你怎么装修的，唱高，正唠嗑呢，他敲门，我没听着啊。那门都砸碎了，听不着啊，门啪啪砸，听不着啊。等我听着了，开门呢，他跟人打起来了，女的我就得让女的走，要不他俩矛盾更激化吗？我就瞅那女的，我想揍他，他拉着我，他给人放跑了。哎呀，完了之后我一赌气哈，一赌气我给撵走了，只能自己过吧，别搁家过了。就为这事儿撵走了是吧？啊，撵走了之后吧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完了孩子吧处个对象，孩子说妈呀，你要爸回来吧，要处对象吧，瞅咱家没有爸不好看。完了孩子们劝我，完他也说的，我给你写个保证书，不去了往后。我这人吧厉害是厉害，但我给面子，我说你回来吧，回来了可好啊。过了几天，老门又犯了，该去舞厅还去舞厅，完了该帮女的忙还帮。最可恨的是邻居把他平房品台给棚上的，你说咱说了，你家能举棚顶去正能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完了拿谁让他上去？那房子不是都这坡的吗？他上去了，上去没小心啪也掉下来了，掉了摔的老狠了，动不了了。到医院检查，
做 CT 又照相的哈，拍片子的，花了不少钱。完了跟人养伤，可养好了。我说你拿着单子，让他有报销去，对吧？因为给他干活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信。听他讲理不？男的没在家，说房子够不上来，都是平房，我帮够呗。那下雪滑，我踩了，你拐人要你合情合理吗？我也合计，就干这点事他说话不去，马上就拐人要钱。不是我说的，那你走吧。对，爱帮谁帮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对不对？又轰走了，又给撵走了。他别过了。第2次撵走了。第2年走。现在这2年就是因为这个吗？啊，对，这不让他回来了，对不？再回来不行啊。大哥在家里做家务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他咋的啊？又抠又懒。你说抠到啥程度啊？我们俩上公园去了，到大夏天挺热的，我说的买点雪糕去。他买啥的？我说买冰的，5毛钱一个，还解渴还便宜，对不对？去了，到了去了可好，人家等半天呢，回来空两口回来了。我雪糕呢？5毛钱卖没了，就剩1块钱的了。我这1块钱就买，添5毛钱买俩呗，就完事了，对不？5毛钱你跟别人那么舍得呀？跟我俩那么抠呢，对不？没舍得回来了。这不对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让大家听听合情合理吗？5毛钱雪糕没有了，1块钱也卖没了，那有能不给你买吗？大热天，当时没那么说，当时说这5毛钱卖没，剩1块的。那他这强词夺理，你说这？哎呀，这是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。行，大姐你可以。反正你都能串联起来是吧？不是串联，他懒到什么程度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看有一次儿子快来了，来了之后我说的那个整点肉哈，你把盘子碗洗洗啊，能叫10多分钟去了，啪家把盘子拽了。我说干啥呀？这那怨气啊啊！一搁家干活怨气十足呢，给别人干活怎么没怨气十足呢？我那是故意的吗？让我洗盘子，那洗碗滑拽了。我不心疼吗？不对，你这叫鼻子鼻拽盘子声，这大伙都咋的？拽盘子声和掉盘声能一样声吗？对不？咱伙伴们啥听不出来呀？他就生气了，啪！他外边谁等他呢？你知道吧？着急，不愿意干这活完急忙就着急走啊。就是您反正什么事儿都能跟他跳舞这件事儿联系在一起，对吧？他根本就是嘛，他就是那个事儿嘛。好，行，主持人，你听我说，这都是小事儿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说你让大伙听听，现在这生活都挺提高，每个月零花钱就够500块钱，你大伙听听够吗？我去舞厅买点票，还买瓶水，还买瓶矿泉水不？亲戚朋友请我吃饭不花钱，我不偶尔我得请一顿不？这一顿饭就得300-400块钱不？钱不够了管他要。马上急了，你这把钱跳舞了，他老纠结过去的事儿，他这个事儿他这个做病了，这就是更年期，我看着。为啥不给他钱啊？是不是谁说吃饭请客谁拿钱，对不对？他咋的呢？哎，一吃饭去，说的走啊吃饭去，他跟去了。吃完饭，人家一瞅他那缺心眼，脑子不够用啊，人家上卫生间了，他结账。你说我天天请你，结吧，咱家趁啥？开一行也不够，咱整对不对？啊，怎么这样说你吗？工资一直交给他是吧？我一直交给他。那您在外面住这2年，工资也交吗？住了我都交了呀，卡子没有啊，诚意跟他过日子。哦，他这500块钱，我就做大米粥，我不会做饭，做大米稀粥，吃点咸的，就这么对付，这不对付2年，我一看不行了，就真大岁数，都老夫老妻。不是，那您为什么不把钱不交了，自己过不就得了？那能行吗？你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不是，你又不让人回家，你又收人家钱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大伙讲讲，你看什么？对吧？你让大伙讲讲。不是，那你这要跟他离了，这钱就是他自己的了。离了给儿子点得，给补助儿子点得，不能都给他，都给他给女的刮去。听着没？那不行。不是您这就这么小看他呀？他就这样人儿，这些年是这样人儿。不是他以前不这样啊？以前不这样，以前就是抠啊，现在就添毛病了吧？行，您就要回家，我就要回家。家里那么多压迫，你接着反抗下去。一个不知道啊，主持人，这几年我反省了，怎么也不如原配的老伴儿。这过去事啊，他好事太多了，有事咱都报答不了，毕竟给咱生个儿子，谁都有双生父母，对不？得嘞，我们直接说一句敞亮话，就是跳舞吧？啊，没其他的花花肠子的。没私人话，我都写保证书了，保证书都带来了，主持人，不行我给你念念。啊，你念吧。哎呀，保证书在此保证，以后不管谁叫，不再去舞厅了，也不再帮任何一个女同志的忙。想听音乐在家听，若再去舞厅，500块钱零花钱不要了，全归老伴儿，在此接受老伴儿监督。哎呀妈呀，上回写的一个字都不差，那能改吗？你说他根本不深刻。跟上回写的一模一样，一个字都没落。哎，那你这2年春节什么也是在外面过，还是也在外边的？请啊，全国的观众或者主持人监督我，
以后我痛改前非。我们可监督不了您，没有什么痛改前非的。您不就出去跳跳舞吗？就是跳舞，他老跳舞没什么错呀。他老纠结跳舞，人家都教育舞、岁数大舞的，那开心，连锻炼身体。那不搂抱干啥呢？你看着没？我跟你说，我要真心诚意跟你离婚，我何必呢？我把钱给你。您现在退休工资多少钱啊？6000左右块钱，不多。哎呀，不让回是吧？非离不可是吧？非离不可。您确定啊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还行啊，他给你钱啊。过日子不给钱能行吗？找他干啥的？他既然给你钱，你就给他口饭吃呗。他不去舞厅，我就给他。他刚说了，他不去，跟上回写的这个你这样一模一样。你这样嘛，他上次他不是当着我们这么多人面，没有全国这么多观众呢。这次不一样了，你已经把他带入了这个公众的这个视野，就是他现在就是跟全国人民做保障了。你要相信他，你们日子都过了几十年了。还有一个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，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啊，其实唱唱歌、跳跳舞，其实也没啥。他如果真的对你有二心，他钱不会给你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，您要实在看他就是不爽呢，他多久没回家了？2年多了。这样，你让他135回家，就说246你要看到不开心的话，你说246你别回来，就是你设置一个门槛，你让他慢慢回家，可以接受吧？也只要能回去，对吧？咱有商有量嘛，其实你俩都挺好，挺在意对方的，你俩挺爱对方的呀。那他也没有别的爱好，以后你要是实在想跳跳舞，你就去广场舞上一起跳，你俩就互相当舞伴，不就完了呗？还有什么之前年轻的时候想做的没做的事儿，现在退休工资也够，两人身体也好，就去过一个体面的老年生活。抠啊，太抠啊！那不钱不在你手里吗？搁我手里，我就是走哪渴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有呢。俺俩上公园溜达，没事儿，反正钱在你手里，那些都是小事，你就抓大放小就好了。钱你抓在手里，人你天天看见，别的都不重要。您看这样处理行吗？行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大姐，您一个月多少退休金呢？我3000多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赶紧离，快点离，这还不离呀？他都在外边跟别的女的关系那么紧密，您哪受得了这气呀？是对不对？赶紧离了，把6000块钱还给他呀，各过各的。那必须还，法律规定，大姐，你离了这6000就是他的啊，快离！那不行，那他给别人花了，那不归你管了，赶紧离，摆脱这老头，6000块钱还给他，爱跟谁过跟谁过，咱自己图个清省，快离啊！我支持你离，先生，你们俩必须离。你们都要争口气，家里这媳妇儿管我管得严，一辈子欺负我呀，一辈子不给我自己喘口气儿，我就不跟他过了。我爱跳舞跳，从早跳到晚，我爱帮谁帮谁，我把我们邻居全帮个遍，没问题呀。活出自己的人生，活出精彩，没毛病啊。我觉得你们赶紧离，但是二位做好准备，您二位要离了婚啊，都是孤独终老，真的。大姐，他为什么这10几年开始反抗了啊？以前挺听话的是吧？对，钱你管着，反正这老头都挺听话啊。为啥现在不听话了呀？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受不了了呀。对，对，你也知道哈。所以管的是严点。这10几年，他肯定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，肯定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妥。但是和你们这么多年来的夫妻相处，没有找到夫妻相处之道，有直接的关系，这叫果。您种下了因，他在这个家里感受不到一个温柔的女性给自己的家的温暖，他就开始胡咧咧了呗，就开始找所谓的别人的温柔了呗，什么织个毛裤吧，聊聊天吧，给人安个灯泡吧，人家这个夸他2句吧，对吧？他固然不能因为自己媳妇儿没给到去外边找，这是他的问题，但是您没给到，那是您的问题。先生刚才也说了一句特别实诚的话。这看来看去还是原配好呀，您不也这10几年在外面兜了一圈又一圈，发现谁真跟您好呀？谁真跟您过呀？你以为跳跳舞给人家装个灯泡，人家就把你当心尖尖上的那个人了吗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！您做的好吗？您做的也不好呀。所以我觉得你们2位离了挺痛快的，但是离了以后，难道就有更好的人生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不如
咱们找一个折中的方法，咱就不说为了对方好了，不说为了家庭，为了儿子了，就为了自己晚年生活能太太平平、健健康康，有口热乎饭吃，有退休金傍身，能够安安稳稳。所以大姐，我劝你收起来一点您的这种颐指气使。您拿着人家的6000块钱，就给人家500块，这2年他怎么过的呀？喝西北风啊？你不怕他饿出个3长2短，不怕他这营养不良，得各种疾病啊？这么大年纪了，您这心也够狠的呀！啊，500块，你说你俩一起过日子，你说他有好多恶习，抽烟喝酒，外边请客吃饭，您把钱都扣着没毛病。您把人家赶出去了，你还钱全都拿着，他过得下去吗？所以我劝你们啊。梳理梳理自己的人生，2位奔7的人了，身体真好，折腾没够。您的保证写了好几回白写，先生，跳什么舞啊？老伴儿都不愿意了，你还跳啊？你对别人热情，你对你老婆热情吗？你帮她什么了吗？她今天的这种天天炸着毛，这样滋哇乱喊的状态，你没责任啊？你关心她了吗？你照顾她了吗？你体贴她，你心疼她了吗？你跟别人跳舞的时候，你想到把老婆也带着，你也抱抱你老婆，你也跟她一起听听音乐，你也没做到啊，你怪人家对你不好啊。收起过去那种所谓的什么我要自由，我要奔放的人生的想法吧，这样你们晚年生活才有依有靠，既有退休金的相互支持，又能有彼此做口热乎饭，枕边有一个说话的人，好日子不能好好过吗？俩人加起来1万块钱退休金，我不希望你们分开，我觉得你们分开都变成更可怜的孤独的更没人管的人。但是如果继续这样，那还不如分开好，孤独终老，各过各的，谁也别限制对方，也别束缚对方，好吧？大姐把钱还给他，然后咱离啊。大姐不想离吧？但是你不想离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。大哥回来了，保证书原封不动给你了，过一阵儿还会如此，你怎么办？再给他赶出去。对呀，这是难题嘛。你不想离，对不对？嗯。不光你自己知道，大哥也知道。大哥是不是他不想离？我看他不想离，他想离的话就把钱就给我了。对，所以恰恰你知道大姐根本就不想离，你就仗着大姐离不开你，你才在婚姻当中如此肆意妄为。告诉我，你的心有没有变过？当然变过。你明知道大姐在意什么，你偏要跟那些异性不清不楚。你这2年出去跳舞了吗？分居这2年没去，这500块钱也不够啊。哦，没法去了，没法去。所以说，那在外边的女人给不了你温暖，只能陪你一时热闹，但解决不了你内心的孤独。没有人真正的对你好，只有大姐。大姐，你用这种方式一边拿着她的钱，一边说要离婚，这种方式她是改不了的。那我也没办法啊，你说。你离得开她吗？分居这2年你过得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你整天在想什么干什么？就合计他还下舞厅呗。对，所以你心还在他那儿，你离不开。所以说，既然彼此都知道离不开，何必如此做作？就真的2个人在一起，我们去考虑说，接下来我们如果在一起，我们怎么过？如果真是还是老公还是不听你的话，还是如此跟其他异性暧昧不清的话，咱真的是要跟他离的，咱这骨气得有啊！你让老公能够真正的尊重你、看重你，而不是面上这个样子。如果他真的不能心回来的话，这个婚姻不要也罢。大哥，我要是你，我肯定离婚。都这大岁数了，我不打算离。你想回家啊？有啥呢？那不行啊，他非得跟你离。还是原配的夫妻好，怎么打算不记仇？结果回家这2年当中啊，还是惦着我。他就老说你老去跳舞，老纠结过去的事儿。实际上我的事儿改了就完吗？我还希望他婚约好。明白。大姐，好好过日子吧，这大岁数了。你说大哥刚才说的这番话，是不是值个1000块钱零花钱呢？他要真心改的话，不是，我们不说别的，他还是觉得你跟他是一心的。你觉得就他心里面这点想法，像是一个在外面要跟别人在一起的人吗？这么听着说不像啊。其实但一去我就生气。我们话说回来，我们都看懂了，看明白，我们都知道你不想离，我们也看明白大哥也不想离，他的心肯定是向着你的。问题就在于什么？在于你过于残暴了。
一个月挣6000多块钱，你每个月给他500块钱，是啊，他去舞厅可能是他不对，但是你要想一下，几个老师都说了，你这么对他，他可不得去别的地方寻找一点温柔嘛？你不能说哦，你犯了错，所以所有的错都是你的，你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，找找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骂他，那个骂他，你通过惩罚这件事情已经做到头了，我们得回过头来给他点甜头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啊，反而是要疏导。什么疏导？你今天不是要回来吗？好，你回来，我不仅让你回来，而且我还给你加钱，给他加钱啊，给他加钱，以前500，现在800，但是是要扣钱的。就如果你去了舞厅，那我就真的扣200。我跟你讲，他跟别的女士说话，帮人一点忙，我觉得这个都没什么。他一看就是那种热心人，他年轻时候肯定也帮忙，只不过你的心态变了，你因为舞厅这个事心态变了。我觉得他要给人帮忙，只要是大庭广众之下，没事让他去。舞厅不能去，我支持你。钱加到800，每周200，但是只要你去一次舞厅扣200，你觉得这样行不？行。大哥，你觉得这样行不？行，那就让他回来吧。还是陆琪老师的鬼主意多啊！有需要陆琪老师帮忙的，去微信公众号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！咱们爱宝的老粉还有礼物呢。哎，婚是不能离，日子不能这么过，过得没意思了，多痛苦啊！天天老想着点破事儿。大姐，彼此给个台阶儿，该干嘛干嘛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年。哎呀，听人劝吃饱饭呢。其实我呀没什么坏心眼子，也不是对他太那啥，就是这口气没顺过来。老头还是有好处的啊，我也很是感动的。哎呀，真的吧？咱们这样书归正传吧，该回家过日子过日子吧，老头。老伴儿啊，是今天我也对你是严点，下回呢我也注意点。你要不上舞厅呢，咱们还去好好过生活。这些年呢，你跟我也够累的了，有些事我做的也不对，以后对你好的，都这大岁数了，俺们还过后半生呢，好好过吧。俺俩离婚儿女离你啥的，是不是也不好？像我咱们都这大岁数了，你有病有灾我的，我还能照顾照顾你呢，是吧？别生气了，以后我改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回去吧。你觉得回去之后能过得好吗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我觉得可能过好还需要一阵子，但是肯定离不了，还是相互依赖的两个人。我觉得挺难的。来吧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对，快去，这就能回家了。老头，咱是把好的，咱是回家。哦呦呦，来，真不密了，来这儿，来这儿。哎呀，老头好好的啊，那上舞厅了，走吧。来。哎呀，好好过日子吧，希望你们就永远这么一辈子，相拥相扶着，幸福的往下走。来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更浪漫的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好好，老头回家啊，回家好好过日子啊。哎呀，谢谢4位老师啊，不容易啊，2年没回的家终于回去了。谢谢2位，来，请回，祝你们幸福，加油！那就祝他们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。来，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资料，各位请看。我为了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他一点都感觉不到。我觉得他想法太幼稚了，连一点规划都没有。他每天都联系那么多异性，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。他又不工作，又不支持我工作，那我们怎么生活呢？既然他不理解我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到此为止了。我希望他能够承担起一个男朋友应该有的责任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
男嘉宾刘先生26岁，来自安徽无业；女嘉宾梅女士21岁，来自安徽，自媒体博主。有请两位有请。说你现在在家里写小说是吧？啊，是的。没收入是吧？没有。啊，你现在在外面挣钱是吧？自媒体的博主哈。好做吗？现在自媒体？不太好做。现在相当于你养着他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认吗？认。哎呀，真厉害！那手是怎么几个意思？来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就是我原来是在体制内一个企业里面上班啊，然后收入比较稳定，工作也很稳定。然后他就是如他所说是一个业余的短视频博主，但是粉丝还比较多啊，所以收入挺高的。然后我虽然在体制内工作，但是我就一直不太喜欢自己这份工作啊。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性格啊。和他在一起之后1年多，然后我就问他，就是你愿不愿意支持我想做的事情，支持我的梦想？他说会理解我，并且支持我。于是我就把那个企业里面的工作给辞了。不，等一下，你让他支持你？对，这不应该儿子跟妈说吗？哎呀，我就觉得这话有点啊，行，你接着说。对，别扭啊，就是我希望他能支持我，支持。然后他说支持啊。然后我就把那个企业的工作给辞了啊。目前在家里准备就是写小说。准备写小说？已经开始写了。因为我打算写一个就是关于奇幻悬疑的长篇小说。前期准备工作时间很长，就是一段时间内难有进展啊。而就是现在家里全部开支是由他负责啊。然后我平常写小说取材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戏剧啊、话剧啊、电影啊、影视作品，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就是玩一些游戏。游戏这点他是特别不理解，然后他觉得我是在游手好闲，拒绝承担一个男朋友应该承担的责任啊，然后因此我们就有矛盾了啊。就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游戏，我听说剧情挺好的，我想看一下，就300多块钱，然后我找他要，他就不给我买。你那什么游戏啊？不就不务正业吗？游戏。主持人，你看，就他现在这态度还算是好的，他平常在家里就是有时候都对我做的事情就有一些攻击性和侮辱性，就是。我得解释一下，现在游戏产业的发展已经不是像世人的所偏见，还有他理解的那样，就是一个游手好闲、消磨时间、败坏人精神的东西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好奇问一句啊，因为我自己就是搞网络小说的啊，我就好奇问一句，就是辞职到你准备写小说中间大概多少时间了？有小半年，大概5个月左右吧。5个月左右。对。你的架构搭得怎么样了？架构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动笔写了，是动笔写了还是已经搭完了？已经搭完了，已经搭完了。写了多少字啊？架构？写了多少字？得有10万字不到，几万字。有吗？就2行字。一晚上就写2行字。他从来不在意，从来不看，他有时候还删。你那个架构写了10万字。架构没写10万字，就是小说内容。小说已经写了有10万字了是吧？没有，这几万字，5、6万字，大几万字。发了吗？没发。不好意思发嘛？那我听懂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接着说。有一些就是小众的厂商的独立游戏做的也很有创意，能给人很多灵感和启发。就是游戏的故事性和艺术性已经得到业界认可，被称为第9艺术了。他还觉得那是不入流的东西，他不理解那就算了。你说会支持我，那平常我码字我总要个键盘吧？我家里原来那个老键盘，就上面那个键帽回弹已经不灵了，而且上面的字母都已经看不清是什么了。花他钱我是知道的。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多花，看了一个键盘2手市场的100多块钱，找他要，他也不给我买。不是你那叫写书吗？你一晚上就写2行字，是我冤枉你吗？怎么就2行字了？而且平心而论，我花你多少钱了？就是主持人，请您来评评理。就我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有工作有积蓄的时候，我给他买过珠宝，给他买过衣服，给他买过包，然后每次出去旅游，万把块钱的花，也出去过好几次。然后现在我从开始写作就辞职到现在小半年的时间，就找到他要过这2件东西，加起来450多块钱。然后我平常一顿饭就小几十块钱，花你多少钱了？是，你就吃那小几十，那家里水电费不是我交的，你衣服不是我买的，都要好的，我都舍不得给你用差的。那护肤品都大几千块钱的，还有你想要那模型2万块钱，我没给你买吗？而且主持人就是他除了一些模型，还喜欢一些就小玩意儿。然后家里面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那墙上面2/3都是我买的。手办。那一个小的盲盒，就大家经常买盲盒的都知道，那个小的盲盒就60、70。不是他买股总共花了多少钱
没数过。这里有好几万吗？就半年内一直给他买。有好多是我自己买的呀，你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在。你在哪呀？火。这墙本来是满的，这是我和他在一起之前的收藏。就原来变形金刚全部是满的，而且就是这一面墙差不多有10万块钱的东西，也就是和他在一起就给他花掉了，然后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卖了。你看现在空空落落的。他刚刚说的那个2万块钱的模型，就是不是我找他要的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出去逛街，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，然后他自己给我买了。当然我很开心，我很受用，我觉得他很爱我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份喜悦的心情。但是我并没有找你要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搞清楚。你一天到晚拿那个手机给我看，哎呀这个多好，那个多好，要是能有就好了。而且那天你还专门挑我们纪念日来说，不就是想要吗？那过2天你给砸了是吧？那个模型买过来没1个星期，我还在家里打游戏取材嘛。就这个游戏它过到一个很重要的剧情高潮部分，它牵动我的感情，然后我迸发出了一点灵感。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说，就是你过来给我捶腿。然后我好好跟他说，就是你稍等一下，等我过完这段剧情，我再来给你捶腿好吗？然后他不管，然后把我打断之后，就是剧情还可以重播，但是灵感没了之后就难再找了。他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，我就说既然你不理解我，我们之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，你还觉得我花钱你不开心，那你大可以分手，我们各过各的。然后你把你给我买的东西，就是都拿过去卖了，有的还升值呢，你还能赚点，就这样就算了。然后结果他过去把我那个2万块钱模型拿了，往地上一砸，踩个稀碎，这就是他干的事情。那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你主任，你看他因为这点小事动不动叫我分手，说了好久了。就分呗。不是，这是小事吗？就是首先你不理解我，然后我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，而且就是你砸模型这件事情，你说砸就砸，你的情绪很不稳定。那我不就是想吸引你注意力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呀。而且他平常对我是有暴力倾向的。就还有一次，他出去跟他的小姐妹聚会，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吧，他说都是女的，就是你别去了，我就没去。然后晚上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在床上躺得好好的，他突然酒气熏熏的把我从床上捞起来，然后又推又搡的，然后骂我窝囊废，骂我软饭男，骂我天天吸他的血。那我不是喝多了吗？而且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那都是女的，你去干嘛呀？而且我不是为了保护你颜面吗？他说是为了保护我的颜面，实际上他的那个小姐妹都已经告诉我了，就是他在酒局上也说我吸他血，是软饭男，是窝囊废。你既然这样看我，你既然对我们的爱情这样不满，那为什么还要过来和我道歉，然后还要跟我在一起呢？那我不是真心话呀，那我不是喝多了吗？而且我跟你好好道过歉了呀，这件事情不是结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拿到台面上来说呀？行，你不让我见你的朋友，你觉得我拿不出手，那就算了。我自己也确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情，但是他跟男性的关系也是拎不清的。他每次工作他会参加一些展会，就是不让我去，说工作跟我无关，我就不去嘛。有一次我自己偷偷买票跟进去了，然后他跟他粉丝见面，他粉丝全部都是男的，排着1长溜。然后有一个男粉丝上来就握着他手，说老师，我好喜欢你，我很爱你，你是我的精神支柱。啊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完全没有把我这个男朋友放在眼里啊。那都是人设呀，而且粉丝都大老远跑过来的，我不能不给情绪价值。而且我不是跟你道过歉，我也说过我会注意分寸的，不会再有了。保证过没2天，更过分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我们晚上已经约好，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，然后结果不知道哪来个男的，要把他接走，说要出去。我对这件事情浑然不知，你自己不觉得离谱吗？那是工作室的摄影师，我跟你说了，你那时候在打游戏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你压根就不理我，压根就不听我说话。他每次和陌生男性接触都有工作作为挡箭牌，然后对于外面的社交媒体还有他的朋友圈都是把我雪藏的状态，就是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。而且就是他有时候出去正常摄影有时候会给我发些消息，1个小时2个小时回来了，有时候凌晨1、2点回来，这还是个家吗？我也做出妥协了，而且我那个平台上我也发他了，粉丝也都知道他，只是他太幼稚了，而且就因为这件事情，他就把那个家门给他关着，10几分钟呢，我敲门都没人开，然后实在没办法，我只能回我父母家了呗。我都不知道跟我父母怎么说，跟他吵成那样。你不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，你跟你父母说的是一样的。我对你的好是只字不提，你就跟你父母也说我是软饭男，说我吸你血，你父母现在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，不都也是你自己做的吗？而且我父母也觉得你平常去接一些内衣广告，穿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，奇装异服的，
我们是很传统的家庭，然后我也为这事跟他们闹翻了，也正是因为这个，他们才把我的生活来源彻底切断了。我也付出了很多呀。那我一没偷二没抢的，平台上面消息都光明正大的，我干嘛了我？你对他的工作其实是不满意的，对吧？我自己其实是理解的，所以你对他的工作你是接受的，对吗？对。哼，我觉得也就做表面功夫吧。而且，那你有尽到过一个男朋友的责任吗？我们俩每次出去逛完街回来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然后你就直接往沙发上一躺，袜子就乱丢，我都能在那个厨房洗手池里面看那袜子，那沙发底下也有，东一只西一只的，我就跟你屁股后面捡。咱们一条一条说，首先我承担了一个我作为男朋友应有的价值，虽然我没有花钱，但是我给他提供了很高的情绪价值。就比如说，我会满足他所有无理要求，就比如说他有一次让我倒水，然后我给他倒杯凉水，他说要热的，然后我给他倒热水，他说这个杯子不是用来装热水的，我再给他换杯子装热水过来，他又说我不喝复烧的开水，我再换过来好杯子，第一次烧的热水给他端过来，他说我不想喝热水了，我要喝奶茶。然后平常在家里也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而且就是他一点情绪变化，一点表情变化，我就得安慰他，然后开导他。比如说他刷手机，然后说，哎，这个男的给他女朋友下跪，你怎么不跪啊？就是没有任何征兆的，我就得跪。然后他刷这个人训狗，说我家没养狗，你也叫给我听，我就叫给他听。所有的情绪我都会满足。而且第二点，他说我没有收拾家务，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每次做了什么，就一定要喊得全世界都知道，就是我扫地啦，我拖地啦。但是我每次做家务的时候，我是并不会那么声张的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嘛，两个人在一起，你该做就做了。而且我们俩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，他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节奏强加到我身上来。你别给我扣那么大帽子行吗？我每次进家之后，那个灯啊，到处都是开着的，厨房开着的，厕所开着的，还有那个书房也是开着的。那家里面多出来1000块钱电费，不是你交知道吗？你不说开灯我都忘了，我白天忘关了一个灯，然后他直接把我电闸给拉关了，拿个小铜锁咔一锁，大夏天30多度就把我丢在家里，就不管我的，我差点没热死。你就这样干的是吧？那你好意思说我把你丢在家里？你还好意思说？那个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他去外地，在南京的时候，车都快开了，我让他收拾行李，他行李箱他就是不收拾。然后呢，我说他几句，就说你快点收拾，快点收拾。说他几句，他生气了，然后说，哎，那我不走了。然后一个人把我丢在那个外地，我手机刚巧也没电，凌晨下暴雨天，他就把我丢在那儿。你不要歪曲事实，是这样的，那天是他让我去收拾那个行李箱，我照做去收拾了。他说你这个收拾的不好，你应该这样做，然后我没照做，他就冲我发火，然后就急躁。然后你既然对我做的事情不满意，你可以自己干，为什么让我干？你觉得你就跟我闹一下，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仗着你花钱，你天天在侮辱我，然后我每天情绪累积到这儿，我爆发了一下，我不跟你过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我躲你，然后你又要把我拽到这儿来。那今天就让大家看看嘛，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，或者说我们还适不适合继续走下去，好吗？哎，你想分手吗？我想分啊，分呗。他不同意是吧？啊，就是你说分，你让我走，你不让我走，那就继续过呗。哦，所以你也不决绝对吧？啊，姑娘，你想怎样啊？我还想谈，都谈这么久了，而且我刚实习也没多久，然后我就是把他也告诉我父母了，我也不好意思跟我父母说。那这个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自己舒服吗？还好吧，而且谈这么久了，我舍不得。谈了多久啊？1年半，还多一点。哦，你对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？不太满意。那你希望他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？我希望他就是哪怕他不工作吧，至少不要那么幼稚了，多给我点关心，多给我点照顾吧。就是他打游戏的时候总是不理我，然后我就想他多理我一下。哦，没了，其他就没有了。我对他要求不太高，要求倒也真是不高。行了，我这就完全看不懂了啊！这已经超越了我，好像我对爱情的一个认知了。就是这个是爱情吗？可能它是。老师们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是劝你俩分手的，因为你们两个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好，我来自中国作家协会，我是中国作协会员。就是基本上作家这个职业，它是一个非常
艰难，并且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人生经历去圆满他的作品的。所以他目前的这个状态，我会告诉你啊，就是如果他要当作家，他现在八字没有一撇，你连这个门槛你都没踏进去，因为他的状态不对，你就不是一个创作的状态。如果他要继续追求他的人生理想的话，就现在你们俩的所有的这些问题，这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消耗。作家因为他要付出巨大的情感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帮他说话，你像我写作，如果谁敢动我的电脑，你说删我的文章，我跟你说我都能告他。他的劳动价值全部在他字里行间里，不管他写了2个字还是4个字、1行字、2行字、3行字，你都不应该去删人家的创作。这个事情是不珍惜别人的劳动价值的，这个事情是不对的。但至于你说你养了他这么长时间，你不要说是你喝多了说的气话，我告诉你，喝多了说都是实话。小刘，你就是跟一个普通朋友去说，哎，我现在想做件什么事情，支不支持我？大家都会说支持，但是人家没有想到要支持到这个份上，你知道吗？他心态上支持你，他也是一种支持；他精神上支持你，也是一种支持。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他要付出这么多的支持，而且还有一点，他没有想到你成长的速度这么慢。辞掉工作到现在半年的时间，你一个字都没有发表，你其实可以边写边更的。为什么不行呢？就是你不自信嘛，你不敢嘛，你不去了解历史，不了解人文，你不去了解从古贯今的去懂这个宇宙的架构，你不去架构你自己的思维观。你说你去玩游戏，你去看剧，我告诉你，那根本就不是原创，你那叫二创。所有的小说，不管你是什么类别的小说，都是在真实的土壤上去虚构一个庞大的故事。你的方法就是错的。我建议你不管写成什么样，你都先到平台上面去试一试。我明白。你一定要得到反馈，因为没有反馈的作品就是自嗨。你如果下了决心说我就要当作家，那么你们俩现在立刻分手。因为写作这个事情，我跟小梅说啊，就写作这个事情它非常的耗体力。你可能不写你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以前看《红楼梦》说字字看来皆是血，10年辛苦不寻常。他没有多余的心思和情感消耗在你身上了，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少。你没有必要为他的梦想买单，所以这就是我劝你们两个即刻分手的原因。从爱情的角度讲，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男生说我情绪很稳定，我提供了女生很多情绪价值，让我学狗叫我就学狗叫，让我倒水我换100种方法，直到让你喝满意为止。但这不叫你的情绪稳定，你是一个用情绪稳定打着幌子，其实喜欢刺激，内心是不平静的一个人。而你的女朋友，女生其实看起来作，有很多情绪上的跌宕起伏，但其实她是一个务实的，想要安稳的这样一个女生。所以你俩外表和内心都是有着那种纠结和冲突，不平静和不一致的。这样2个矛盾重重的人走在一起，那就是多重矛盾的组合，能过得好才怪。女生，你知道这个男生他很喜欢刺激的。你说我为了写作要辞掉自己体制内的工作，不是不行啊。就你满墙的那些手办，什么辞了职打游戏找灵感的这种创作模式，也许将来有一天你真的能成大家，但是至少今天你不适合在这个女孩子身边，让她陪着你走这条路。而且真正的我觉得有文学才华的人，人家内心是汹涌的，波涛澎湃的。你这个男朋友他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内心。你看我们中国很有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啊，人家一直在娘子关当工程师，没有停过工作，也没有影响他写出来这么多部这么好的作品。所以你没有必要陪他这条我觉得未见得能成功的路。而且在这条路上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人设，说我是一个才华横溢，我宁可放弃工作我也成就内心追求的这样一个人设。这个人设咱赔不起啊，姑娘。你去实现你的梦想，或者为了梦想去努力，我支持你。你还说我是很随性的啊，我想跟他分手，他同意就分，他不同意他想处那就继续处呗。这不叫情绪平稳，不合适，不要彼此拖累。我们其实谈恋爱最重要一点
想要获得舒服的爱情、愉快的爱情、长久的爱情，就是你得自洽。我要什么我就去追求什么，我不要什么我就放弃这个，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。男生，我正在想一个场景，就是你对他学狗叫的时候，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那不敢去想，那不能深想。去想，深想还是会觉得侮辱啊。哦，你开心吗？不开心啊。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因为爱他吗？是有感情，我希望他开心。这么做他就开心了，这么简单就让他开心了。那你知道他真正能让他开心的是什么吗？你一定知道。那回到体制内继续工作嘛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，不用靠他，这真正能让他开心的，对吗？是。但你为什么不去做呢？你不爱他吗？因为我不想。对，因为你仅限于此，你只愿意去简单的去让他满足，你放弃自己尊严很简单，你去按他说的去做很简单，你只能做到这一步，但这不是爱，这是一种交换，更不是情绪价值。情绪价值是支持、理解、鼓励，能够激发他能够有乐观的自信的这种状态。你只是在满足，甚至是错误的满足，你们之间没有爱，我觉得就是一个交易。你知道自己很弱，你为什么迟迟不能动笔，不能去发表？一定是说我要在游戏当中去找灵感，错了，你在逃避现实，你不敢面对现实，你心里很弱。弱的人反而会装的说，哎，你打断我的灵感，我们可以分手啊。你很弱。一个弱的人，我不谈你写作，那可能是你的兴趣。一个弱的人都不能独立，他怎么可能给别人带来价值？他怎么可能给自己的爱人带来爱？你只是简单的满足了他一些可能是错误的一些需求，但你没有给他爱，他跟你在一起不安全，跟你在一起不开心的。女生，我觉得你很苦闷，你只能在戒酒的时候跟闺蜜去倾诉自己的郁闷，你只能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说你得听我的，你看听我的了吧，让你滴水就滴水，对吗？但这有意义吗？真正你是掌控不了这个男人，你影响不了他，因为他不在乎你，他只是简单的说，哎，交换你给我价，你的价值是什么？你能养着我，我给你什么？给你笑脸儿，仅此而已。他就躲在那里。如果这种状态，你们两个人都会崩溃的。他不能成长，你又在煎熬，赶紧分手吧，就这样。文介绍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纯文学作家啊，这个我们网文作家门槛没那么高。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小说，没什么问题啊。我是支持你写作的啊，这个我肯定支持。哎，你比较喜欢网文作家，比较喜欢哪些？我一般不太看网文。哦，你不太看网文，那你写什么网文呢？我说是那个悬疑和奇幻类型的。悬疑和奇幻你一样的，现在都属于网文啊。奇幻不是网文是什么？我就问你嘛，你喜欢看谁的？来，我喜欢看这位女士说的刘慈欣的作品，我也很喜欢。刘慈欣是纯科幻，对，而且他是硬科幻。对，但是他那个浩瀚的想象力也可以给我提供灵感。不是你一个要写奇幻的人，你不看奇幻吗？我更偏向悬疑一点啊，你更偏那悬疑你看谁？对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他也不能叫悬疑吧，他属于侦探。在我眼里，这两个分类其实界限比较模糊。哎呀，悬疑和侦探你都分不清楚啊！你这个，你说对，你说对，这个就不是门槛的问题了，是你根本不热爱的问题了。我就觉得你要喜欢看侦探，那你就应该说你写的是侦探，对吧？啊，然后现在你要写侦探，那你打算发表在哪呢？发表没有想过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也没有说我写一个小说，然后我有一个商业模式或者能挣钱，只不过你是说我现在就是要写，所以我就辞职了，是吧？对，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，我并没有要成为一名大作家，或者是有什么很强的变现能力。所以其实你的重点是你不喜欢体制内的工作，不在于你喜欢写作。
所以他辞职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份工作，和他的梦想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梦想并不能给你挣来钱，也不能给你什么正向的反馈啊什么的，只不过梦想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是你的一个舒适圈，跟你玩手办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你对于未来工不工作其实无所谓，对吧？对，我对自己的怎么生活我是无所谓的。我流落街头也可以。你现在其实是个文学爱好者，或者说悬疑文学的爱好者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在沉浸在自我的这个玩的这个世界里面，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人生的框架，也没有考虑过我有一个女朋友或者我有一段爱情，我有未来，我只是现在到了这个阶段，我有这个兴趣，所以我要放弃别的我不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倾尽全力的去做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对，这就很清楚了。姑娘，你能听懂这一段吗？就是他没有跟你想过你的未来，所以前面所有的老师说那些东西其实对他来说没用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思考过，这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。好，姑娘，你让他扮狗叫的时候，你以为你驯化了他，但实际上是他驯化了你。因为从此以后，你如果遇不到一个有那么强服从性的人，你就受不了，你就崩溃了。你被于别人体现出来那种服从性所控制。你以为套了一根绳在他身上，其实那根绳的另一头套在你自己身上。你的情绪自控能力、自我管控能力已经没有了。他用之前给你的那些情绪价值，反而是吞没了你。但事实上，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他没有心，他哪有心？他是可以随时可以走，也可以留下，可以拥有你，也可以不拥有你，因为他只需要自己就好了呀。他整个脑子想的、思考的都是自己，但是你不一样。所以，姑娘，我建议你现在转身就走吧。你的未来其实和他已经不匹配了，而且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其实是被控制了。你被你曾经的想要内心的极端性，以及想要别人给你付出的那些服从性，把你给控制住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就应该回去再找找曾经的那个自我了。至于你，好好写呗，好好写啊！谢谢陆琪老师啊。这个有需要找陆琪老师提供一些思路解决问题的，可以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。咱爱宝老粉要送礼，对吧？还得送课程。你一说让人分手的时候，姑娘直抹眼泪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就认为无独立，无爱情。就是当我们人格不独立的时候，其实是奢谈爱情的。现在我觉得两个孩子都没有人格独立，该干嘛干嘛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得老师们说的挺对的，就是在世俗的观念里，我确实不是一个好男朋友，我也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，就是随我去呗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像刚刚老师所说的，就是两个人之间真心的付出，为对方付出，那才是真正的爱情。那我觉得我更愿意为自己付出，我更爱我自己一点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来吧，请回吧，谢谢两位。挺好，年轻人那点小气盛就上来了啊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，预测一下。双不出，男不出女出，双不出。我也觉得双不出吧。来，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估计他会出。还是喜欢他是吧？就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也想给他一个机会。我可能觉得他只是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想做什么。我可能认为主持人你是要拯救是吧？他是要拯救一男人是吧？姑娘，人家都不给你机会，你还给他一个机会？不是，他是我跟你讲，他这个话后面有句潜台词，他没有说出来，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前作过了，他作过头了。以前怎么做这个人都承受，现在这个人不承受了。
就是你们要理解一件事儿，就是一个能够给你情绪价值的人，他肯定是比你更有情绪的自控力的，所以他是反而是能够收放自如的。你是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喂饭吃的人，所以你现在不管说什么，我给你机会怎么样，你先把自己的情绪独立性给找回来再说。就是真的有力量的人不在乎你给不给我，没有力量的人才期待着别人给你点什么。那你还有什么跟你前男友说的吗？没了。谢谢，请回。再次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